在上堂课，我们跟着狐狸猫一起观察了几种动植物细胞的玻片标本，像是排列不规则的口腔皮膜细胞，还有外观呈现圆盘状的红血球细胞，以及排列整齐的洋葱表皮跟水蘊草的叶子细胞，以及叶子下表皮细胞等等。但在这堂课结束以后，其实狐狸猫它的心里还有很多疑惑，到底这些细胞的形状还有它排列的紧密度，甚至是动植物的细胞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呢？抱着这样的疑惑，很快的又到了狐狸猫期待已久的生物课。老师今天准备了几张精致的投影片，准备要来跟同学们介绍一些常见的细胞。这时候狐狸猫觉得，哇，这星期以来的困惑终于要有解答了。老师说，这些细胞根据它功用的不同，也会有不一样的外形。在多细胞的生物体内，不同的细胞会有不同的功能。当这些细胞都能够各司其职的时候，生物体才能够好好的运作哦。像是上次观察到的口腔皮膜细胞跟洋葱表皮细胞，都呈现扁平状，它们就像盾牌一般，可以保护内部的构造。又因为洋葱表皮细胞是植物细胞，所以比动物细胞多了一层坚韧的细胞壁，它的形状规则，更容易排列紧密。我们如果单看一颗细胞，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它有什么保护的功能，但如果今天是100颗或者是更多的细胞并排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它就像是一面墙壁，让人感到十分心安呢？关于口腔皮膜细胞跟洋葱表皮细胞的比较，何者正确？ A. 都呈现固定的规则形状， B. 都有保护生物体的功能， C. 两种细胞功能完全不一样。再来是叶子的叶肉细胞，比起洋葱表皮细胞叶肉细胞更立体厚实，它的细胞内因为有叶绿体，所以让叶子呈现绿色。叶肉细胞的内部也储存了很多的养分来供植物体使用。而最让狐狸猫感到好奇的，则是在叶子的背面这些嘴巴状构造的细胞。这种半月形的细胞叫做保卫细胞，保卫细胞中间的孔洞叫做气孔，气孔的大小由保卫细胞调控，它是控制气体进出叶子的重要管道哦，可以避免叶子的水分过度蒸散。另外，在保卫细胞的周围，可以看到呈扁平状、排列紧密、颜色透明的表皮细胞。再来还有3种在生物体内很常见的细胞，我们就再往下看看吧。第一种是用来传递讯息的神经细胞。神经细胞乍看之下，外观像是风筝的样子，细胞内的物质大部分集中在一侧，而且呈膨胀状，称为细胞本体。然后另一端拖着长长的尾巴，称为神经纤维，就像风筝升空的时候你拖着的那一条细线。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在神经细胞膨胀处的这一端，外面有一根一根凸起像是树枝的东西，就是神经细胞的特征哦。第二种是能够做收缩运动的肌肉细胞。肌肉细胞其实细分成3种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外观都是属于细细长长型的，而且多数细胞上面都会有横向生长的纹路。大多数的肌肉细胞是会行收缩运动的哦。第3种则是跟血液运输息息相关的红血球。在上次的观察中已经看过了这种细胞，不知道你们觉得红血球的外形像什么呢？你看它呈扁平状，而且两面的中心都向内凹陷，就好像是一个甜甜圈，只是中间没有被完全的穿破。而红血球细胞正中间的凹陷处，就是我们在显微镜下所观察到的白点哦。这个构造有助于红血球好好的把氧气抓住，并且运输到动物体内任何需要氧气的地方哦。请问红血球最主要是运送什么东西呢？ A. 水， B. 氧气，
刚刚说到了这么多不同的细胞都有不一样的外形，但其实啊，在细胞里重要的不只是它的外表，它内部的构造也一样重要哦。动物细胞跟植物细胞根据它内部的构造不同，会导致外形有一些差异。至于更详细的细胞构造，我们就留着让狐狸猫下堂课再说给大家听吧。请问以下选项何者正确 ？A. 细胞的外形跟它的功能无关。B. 所有的细胞都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。C. 无论大小，细胞都是构成生物体的基本单位。在下课前，老师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。1. 细胞的外形不同，功用也不同。2. 在动植物细胞中会有类似功能的细胞存在。3. 多细胞生物，细胞会有分工合作的情形。在这里要提醒大家，细胞的外形跟它功能的关联，在之后的课程中也会介绍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看几次影片，把不同细胞的外形特征理解并且记起来哦。这里也要考考大家，刚刚影片中所提到神经细胞有类似树枝状凸起的地方，你们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吗？给你一点提示，它和神经细胞的功用有关哦。欢迎大家上网寻找答案，有问题的话，随时可以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们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